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跟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2章的第一部分。那的第2章的标题是生物上有效的念头、心态和信念。什么叫生物上有效的呢？就是对我们的身体从物质上来说，从生物学上来说，那些有效的、真正有影响的念头、心态和信念。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念影响我们的实相创造我们的身体。那这里头呢，到底是有怎样的影响，或者怎样的念头和心态和信念这是这一章的主题。我们来看第一小节1984年1月26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08分，罗说，当我离家前往330病房的时候，气温大约33华氏度，针让他房间的窗完全敞开可见温度不低就是大概几度的样子0度到几度的样子。这个地方仍很热有暖气，可能是。我开始一件又一件的脱衣服。我告诉珍我昨晚的梦。在这个梦里头，罗在他自己的写作室里头，而他听见他们的验光师叫吉姆贝克在他的画室里面。吉姆贝克在讲话，偶尔以一种相当幽默的方式用一个诅咒的字眼。我清晰地听见他的声音，我知道真在房间的某个地方。他走路完全没问题，而吉姆是来看他而非来看我的。我并不在意和嫉妒。这是罗的梦。当午餐送来之前，罗和珍在聊天的时候，珍掉了几滴眼泪。他想要起来，想要下床，想要开始走路，不必要等待。他想马上就可以康复。然后我就告诉他罗说，当珍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些洞见。这个洞见是什么呢？这个洞见是说，身体以一种由其状况决定的速度疗愈自己，如果不被障碍的话，实际上它可以非常快速地疗愈他自己。故此，在一个充满负面暗示的医院里，那些暗示可以心电感应的同时明显减缓了疗愈。他的意思是说，罗的洞见是身体的康复速度会以自己的身体的节奏在进行，这个恢复或者这个康复可以非常快，但是在医院这种充满了负面暗示的地方，它疗愈的速度会被减慢。这是真的这是罗的在真说话的时候的一个洞见。当我在响应真说的一些话的时候，而问他为什么疗愈耗时如此长久时，那很难说是原创性的洞见突然跳进我的脑海。我希望赛斯会评论。罗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洞见，还是我在问真你为什么恢复的这么慢的时候，我的一些看法在吃过一顿非常好的午餐以后，珍告诉我昨晚他自己的长而复杂的梦。他和里根以及他的一个女儿在一起他说的这是这个总统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莱纳德·里根珍说服里根放弃了他的核武政策，并放弃那魔鬼和邪恶的念头他在梦里说服里根总统放弃了核武计划还有一些邪恶和魔鬼的念头。他在梦里对他的成功非常高兴，他也说还有更多的他无法忆起的东西。然后我们有个讨论因为当里根上台的时候，跟当时的苏联展开非常激烈的军备竞赛，包括太空竞赛核武竞赛这从这两个方面都疯狂的在冷战的后期疯狂的开展这两个因素也是最终导致苏联后来因为经济实力跟不上导致国家最后解体苏联后来在1989年解体以后就变成了这个现在的俄国但是这个根源有很多，其中一个
和里根拼命的军备竞赛，包括核武竞赛和太空竞赛有一定的关系然后我们有个讨论关于我在自由询问最近一期里刚读到的一些文章，那个杂志的作者对任何与灵异有关的事情都表示深深的怀疑。讨论那个文章，在3点半的时候，丹娜量了针的体温98.6度，非常的完美。针刚开始读昨天的课，她在3点40分继续，做的也相当好。而罗在处理信件。在3点58分的时候，我在针的要求之下揉了他的右太阳穴。当我终于移开我的手指时，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反应。针说，我感觉如此轻快，太棒了！我甚至能在我的手肘的弯曲处感觉到它，那儿一定有一条神经。他说他要上1节课这是针和罗在课程开始之前的对话。然后赛斯就进来说，我再次祝你们午安。然后他们俩说赛斯午安。而我们将开始第2章，标题是生物上有效的念头、心态和信念。然后停顿了良久注意这个停顿良久。当你出生的时候，记住，当你出生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生命你对自己和生命拥有一堆态度，就是你出生的时候对自己的生命就拥有一堆态度，有很多态度，就并不是一张白纸这些态度允许你以可能的最大的推动力长大到童年。他们在你人生的每个时期也都很重要。你可以在你的周遭看见他在生命中的后果他对你生命有影响就是你能看到他的后果你看不见这些信念和这些一出生的态度。虽然在动物和植物里面，这些被体验为一种感受打引号的感受而非好比说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念头和态度。在动物和植物界上它是感受，在人类上叫念头和态度一出生就有。他说，如果我告诉你们说，为了要健康，你有了实质的太阳还是不够的，你必须还有阳光的念头。这可能听起来非常的简化，但阳光的念头对你的健康幸福就如照耀在天空的太阳光线一样，在生物上是必要的。我们在做很多线下的课程的练习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每一次的线下课里头，我们都会安排很多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是与太阳链接在这个练习当中，很多时候是一种感受和太阳的这种链接。而这个链接呢，我们说在后期的时候，不论有没有太阳，你在家里都是可以做的。当时很多人不能理解，说与太阳链接不是一定要有个太阳吗？没有太阳怎么做链接？还有很多在冥想的练习中让大家用想象的方式去进入某些环境和场景。很多人觉得这些东西有用吗？这些想象和通过头脑创造出来的东西有用吗？在这里头，赛斯给你一针见血的指出来，它不仅是有用，而且是必须的。就是你心中有一个太阳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太阳，这两个事情同样的重要，相对你的健康和幸福来说。我们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太阳依然存在，但是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太阳，充满了灰暗阴暗，那外面的太阳还是照不到你心里来。所以说这里头我们一定要注意赛斯举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就是你心中的阳光要比外面的阳光一点不差，它对你的健康同等重要。
所以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能明白我们在做太阳链接或者很多练习的时候为什么如此的重要，而且对你的健康康复为什么如此的重要。我们很多人在做练习的时候身上的很多的症状自动的就好了也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东西，然后就好了。很多人不能理解，但是我希望这个赛斯的这段话能让你真切的能理解他们的重要性。那么即使作为婴儿来说，你都自然而有偏爱的某些感受念头和态度的倾向就算你是有一个婴儿，你也会有对某些念头、感受和态度的倾向性并不是一个白纸也就是说你初始的一堆的信念、念头、想法态度，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有一定的倾向性。他们意思是要保证你健康的存活到成年。就这些有倾向性的念头和态度是让你能够健康的活到成年实际上这些是由于你与生具有的心理信息组成的这些是由与生具有的信息组成的。它们就像借助你的基因和你的染色体传递的信息，对你的生命一样的必要和重要。他的意思是说，染色体、基因 DNA 对你的生命至关重要，而这些与生俱来的念头、想法、态度像 DNA 和基因一样的重要，对你的健康来说。没错如果要忠实的追随你的基因和染色体所携带的信息的话，那这些天生的内在的心理倾向也是极为重要的。他说，如果你们人类说我们人的繁衍完全依赖于 DNA 和基因的延续，那赛斯这里头强调说，那与生俱来的内在的心理倾向也像基因一样极为重要我们有一个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内在的心理倾向与生俱来的，这是他特意强调的这里头我们也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在4点17分，赛斯说，我很难将这种生物与心理资料转译成任何语言的字眼，纵使这些天生心理上的必要条件形成自己的一种语言。赛斯说，这些你让我把这些天生的这些东西信念、态度、念头把它变成语言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办法纵使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语言，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向你这个总结和表述出来。对，这是他这块，但是他很神奇的是他在下一节就会给出这些内容的语言了。他说，这是种促进生长就这种天生的这种天生的内在的心理倾向，它是促进生长，它是蓬勃生机以及成就并刺激整个身体有机体的语言他说，这种语言是可以刺激你身体有机体的语言，发出健康和生长所需之适当反应的信号对你的健康和生长都所需的反应的信号适当的反应的信号。对，这是它神奇的地方所以对我们的人类来说非常重要这种内在的心理倾向。我们在后面的内容将会讨论相反的一些感受，相反的一些念头和情绪我要以信念取代情绪
他的意思后面他再次说我们要用信念这个词啊，代表感受、念头和情绪这3个东西，因为他每次说这3个也很累啊。这3个统一用一个词叫信念来代替。赛斯说，前面说的与生俱来的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体的正面影响啊，我已经告诉你了。这本书的后面我会告诉你，当他们以相反的方式在作用的时候，对你的健康会构成哪些威胁和影响。他们大大的缩减了健康和活力之自然进程，它会减缓你的健康和活力自然的进程。此处，但是在这个地方，赛斯说，我们主要将谈到那些被鼓舞生命和活力的内在倾向。赛斯说，那些能够鼓舞你生命活力的内在倾向这是赛斯谈到了。当这些内在倾向被影响的时候，你的健康或者疗愈或者康复的过程就被减缓就被减慢。好，下面赛斯说评论他直接就说评论一般这个评论都是针对鲁伯当下的身体康复状态的一个肯定或者是一个希望他有所改进的一种非常针对鲁伯有建设性的建议他说鲁伯一直感受到欲望之心而强烈的汹涌，欲望之心而强烈的汹涌，对正常的健康、行动、能量和力量的欲望非常汹涌。那些感受本应该是作为推动力的，引导他到一个适当的方向，因此那些欲望确实实现了他说这种欲望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想康复，想行动，想有能量，想有力量他必须如此了解他们。就他们自己而言，就那些欲望而言，便能打开额外的能量、活力，并加速他的目的感。赛斯说，你想要有这种欲望是非常好的他说你只要了解他们，利用他们，他们会打开额外的能量、活力的，并加速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恢复嘛，就是具备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再一次的，他说叫鲁伯尽可能的几乎满不在乎的想象自己在未来举止正常，这一点很重要。大家把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对任何一个在病中的人，这对他来说都是最好的一个疗愈的心理暗示。就是什么呢？就是尽可能的几乎是满不在乎的想象自己在未来举止正常。为什么叫满不在乎？就是完全忽略眼前的事实。不论你现在病得多么严重，你就想你已经完全好了。这一点对很多病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他们会强调他们所处的现状和事实，不行我现在身体是这样我现在这个病医生说要几个月以后才能好我现在这个病得一步一步的好这里先好，然后那里才能好，然后才能好。这个指标转成什么指数以后，那个指标才会跟着转换。很多病人得病之后，去疯狂的研究他所得的这种所谓的病症，他在网上到处的搜索。所以说现在的网络的发达对有些人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他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对他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他了解到这个病症正常的康复的一个过程一个康复的阶段对大多数人来说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他就把它套在自己身上。所以说他的康复也就会跟大多数一样，有一个缓慢的过程。而正确的做法是完全不用考虑这些所谓医学上的、所谓身体上的
所谓客观存在的那些所谓的专家告诉你的事实，你的康复应该怎么一个进程啊？你只需要满不在乎的去想自己完全康复啊，完全康复的状态啊，这一条至关重要，就是忽略你眼前身体状况的所有事实啊，直接想象自己啊已经完全正常。赛斯接着说，且说这会是一个新的未来，由更健康、更聪明、更正向的态度和信念所带来的结果。他必须了解，他说跟鲁波说啊，他害怕的未来不再存在啊，他害怕的未来是什么？就一直好不了了啊，因为它是由鲁波不再持有的信念所组成的。赛斯这段话说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满不在乎的去想自己完全康复呢？是因为那个新的未来不是由这个旧的现实的现状改变过去的。很多人会说，我确实要康复的话，得经历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康复的过程啊。因为我现在比如说哪个机体已经坏了，哪个部分已经坏死了，他是这么来想这个问题的。那坏死的总得恢复健康吧，总得一点点的长好吧，他是这么来认为的。而这里头的核心的关键，健康的恢复不是这样的。健康的恢复是当你的信念和意图或你底层的这些情绪或者是内在的这个心理倾向改变了以后，你会跟另外一个完全健康的你做一个链接，或者做一个同频，你会直接切换到那个从来没有生病的身体的状态当中去，并不是从你现在的已经不好的身体恢复到一个好的身体，而是从你现在的这个人生直接切换到一个没有疾病、没有得过病的一个健康的人生当中去，是一种转换或者切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根本就不用想你的身体是怎么好的，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好的这个过程，它不需要像你想象的从坏再变好，它不需要，因为它在那个切换到那个可能性的实相的你的时候是完全健康的，从来就没坏过的这是赛斯想告诉你的点而很多人想象自己未来的不好的病情加重的甚至不能康复的这种可能性，是由你现有的旧的信念所创造的。当你的信念改变的时候，那个所谓的你预期的不好的那个未来是不会出现的，跟你对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未来而这一段对所有生病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里也再一次的跟所有人强调因为这本健康之道除了传递这些课程本身的内容，关于真的康复，赛斯也给了非常具体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对我们这些正在病中的或者是所谓健康出了一些状况的读者来说是非常实际的，就你拿来就可以用的而不是纯理论的所以说这一段你可以所有这些如果身体还有不舒服的人可以拿来做一个练习就是满不在乎的想象自己在未来完全正常。在4点29分停顿了良久这个真的眼睛还是半闭着。我要说上面一段极端的重要然后赛斯接着说，本书的第一章这是第二章开始吗？说第一章可以被简单的称为本书的目的以及关于蓬勃生气和健康的一些重要评论。也就是在这一节里头，赛斯给出了第一章的标题和第二章的标题现在赛斯说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那些我所说的节奏要知道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
我想要给你书的资料，而那是我为什么没有评论你们的梦的原因。他说你们的梦我暂时没有评论，是因为我想跟你们说书的内容。如果你想的话，可以说些有关那些梦的事吗？真的梦又如何呢？这个罗也非常的执着他非常想问关于梦的事情。然后赛斯不得不说，那请等我们一会儿。他为什么每次一说到这儿都要等他们一会儿呢？要等真和罗不是真和赛斯一会儿，因为这时候赛斯要去调他们的梦的内容他要进入昨天那个时空，昨天晚上那个时空里头，又通过意念的意识空间的穿梭和转移的这个能力，进入到罗和真的梦境当中去，然后才能对他们的梦境加以评论。所以说他每次都要等一会儿他说在鲁伯的梦里头他正在完全的教育他一度当做权威的自己那部分鲁伯在教育自己，教育哪一部分？教育当权威的部分。自己当权威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就是关于善与恶、自我毁灭与天主教魔鬼之间的存在的老信念的无效的那些信念，就那些早就已经过时了，什么善恶呀、魔鬼与天使存在与毁灭呀等等，这些过时的东西，但是在真的身体的某一个部分里头，还仍然被他视为权威。说到这儿，我想跟大家说一样，很多人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他平常问的问题和他生活中的状况和反馈，他跟我们学习赛斯已经学了3年之久了。这个关于善恶的信念早就应该破除了可是我们的观察结果是，关于善恶这个信念直到今天仍然牢牢的是很多人信念中的权威。他这里头完全做反了，也就是说他在头脑逻辑里头他认为没有善恶，善恶不重要这是他头脑中告诉自己的。但是在他的本能的反应里头，在他底层的信念里头，他有一个根本看不见的部分仍然坚信善恶对错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你看他学的东西和他真正相信的东西和在对他人生影响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真也是一样，真在传递赛斯资料20多年的过程当中，善恶早就应该是突破的第一个，但是他就是突破不了，他直到今天仍然在跟自己的善和恶的这个念头在做斗争因为在梦中嘛，他教育了里根不要去搞核武教育他不要去搞那个什么军备竞赛什么那些等等的他在干嘛？里根或这些东西其实代表了顽固他自己的那部分就持有强烈的这种善恶也好，核武也好，世界对错也好，冷战思维也好二元世界也好等等。里根是那个部分，就是真顽固自己的一个代表。为什么又变成里根呢？因为总统代表一种权威性，而真在梦里头说服了权威的自己，就是那个自己的化身，就是那个里根总统他说服了自己那一部分，哪一部分？就是他教育了自己，而且里根在梦里头也接受了他的说服和教育，也就是他自己的内在的那部分已经被自己的一部分说服了关于善恶的执着和执念已经不如那么强了所以说赛斯在这里面的分析，对梦的分析非常的精妙非常的精妙。但是这里头我们不要管赛斯多精妙，我们学习灵性最主要的问题是不要管别人怎么样，不要管真怎么样，你要想想你自己在你的老信念里头还有没有善恶，还有没有对错
如果你仍然还有，你说不论我怎么学赛斯，我还是不能放开善恶对错的，那好吧，那是你的选择，我也没有办法啊。我只是希望你能早日跨越这一点，你越晚跨越，那你的身体可能就会受一定影响。对于真来说好了，关于这个梦我希望对你们是有真正的启发和改变的，而不是说听完这个故事就完了你的自己内在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内在在你的信念里头这种权威有的话，马上去战胜或者改变这些信念变成什么？变成这个世界全是善的，没有恶没有善和恶之分。你所谓的恶，从更大的角度或者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它也是一种善或者是另外一种更大善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是在你的认知和你的世界里面，它表现出来的像是一种恶，它不是真正的恶然后他就开始说那个罗的梦罗不是梦见他的验光师到他家里去了吗？然后真的身体完全健康到处走动，而那个验光师呢，是来看真的，而不是看罗的。他说你的梦，就罗的梦，代表了鲁伯对他眼睛以及视力较健康的状态，它代表鲁伯对自己的灵视的日渐增长的信心，因而他回到自己自然的节奏和动作。所以在那个梦里头，真的身体状况是好的。而这个梦，罗的这个梦暗示了真对自己这个灵视的能力在日益增强表示有非常强的信心真的眼睛这时候其实已经按照3维的标准来说已经非常的恶化了，他经常已经看不清东西了。那他又可以经常可能看得很好，看得很清楚，其实这部分能力是他灵视的能力了。这个灵视的能力是可以带来他肉体上的眼睛的转变变好的，而这个部分真对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了。然后罗说谢谢你在4点37分的时候这个罗说我非常高兴我问了那些关于梦的事情，然后我说他们俩都非常好，而应该会加强真进步的心态这2个梦对真来说都是一种信念增强的部分，强化它会越来越好的这种信念。他说我知道他要对这本书做点什么。真说他说我有一个感觉，这本书将会叫做健康之道这时候关于这本书的名字还没有想好我告诉真，赛斯给了第2章的开头，关于在出生时拥有对自己以及生命的一组心态在出生时就有了直接对冲已经建立的学说，就现有科学的学说现在科学家都认为说新生儿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将会借教导和经验而印上一些东西行为学者尤其会认为如此。行为学者认为小孩是白纸后面是因为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他会学会一些东西这是传统的科学的，尤其是行为学的观点。而这里头赛斯就指出来不对人在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最原始的最初级的早期的信念包括他的念头、想法和这个感受这一点罗是很高兴的，因为他觉得他也不认为现代科学说的是对的这部分是的科学家早就研究过人的性格是怎么来的这是科学研究，我说的是一个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结果不是其他的科学家研究的结果人的性格的55%是不知道从哪来的，既不是他父亲和母亲的遗传所以说科学家也承认人有一大部分内容是不知从何而来的，何止一大部分
所以说关于这块呢，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就不再展开了。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那最后祝大家都有神奇和美好的一天。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赛斯说的内容应用在生活中，尤其是一些身体康复上还有一些困难的小伙伴，能够把赛斯给的这些练习和这些洞见能够真正的应用在自己的康复过程当中，真正的去践行这个健康之道。好了，最后再一次的感谢大家。